发挥很稳定，96分，不错，谢老师，继续保持啊。这儿，大力大，发挥也很稳定，又不及格，哎，-6分。不对，柯老师，我怎么还负分啊？一道题都没答对，而且卷面被扣了6分。安静。接下来可凡。52分。葛凡，刚才是你在叹气？是啊，我没考好，难受啊。哎呀！我看到你难过，我就开心呐。啊，柯老师，您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因为成绩没考好而难过，这说明你还有希望。可凡，有上进心就好。老师会帮助你的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同学们再见。我说可凡，你都考了52分了，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52分有什么好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一年加起来我都没有考过52分。大力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姑姑说了，如果我考不到70分，我的新篮球鞋就又没有希望了。那我还有一办法。哎呦，什么办法？穿旧的大，喷天上去。没劲儿了！哎呦，伟大的国王，可算到了！哎呀，今天真高兴，今天国王生日大促销，收获真多，够开心吧？我快累死了！不知道才6666岁，这么容易就累了。哎呀，从来不累，哎呀，真棒！哎呀，当然不累了，那东西都是不知道跟小一少拿的。哎呀，和笑一笑一样礼物。赠品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礼物。哎呀，再送不知道一个。啊，也是赠品，不知道不要赠品，不知道累了，不知道饿了，哎呀，要请不知道吃好吃的。要是不呢？要是不，那不知道就跟笑一笑把东西都送回去。笑一笑跟不知道，不是累了吗？累了
也是有力气把东西送回去的。那每人一个小蛋挞怎么样？啊！耶！不知道的，不知道的，哈哈！千年的美梦好舒服。哎，不知道，笑一笑。哎呀呀！哎，奇怪，怎么没人呢？嘿，这是什么？赠品？嘿嘿。搜索模式：地球、人类。啊，你是谁呀？恭喜你成为呼噜国天才软件的首位幸运试用者。什么天才软件？什么是天才软件？天才软件是呼噜国最新的高科技产品，通过它的帮助，可以使你瞬间的成为人类的天才。你等一下，我成为人类的天才？哎，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考试都难不住我了？没错，任何考试都难不到你。那赶紧教我怎么用吧。稍等，你要先给我签一下协议书。还签协议？好，我签。好。哎呦，你这协议也太厚了，这么多页，你麻烦了，你直接告诉我签哪儿得了。签在最后一页。哦，行。最后一页就是这儿是吧？好，对，我签。好，这就行了。好，你留一份。哦，好。这个协议签完了，是不是我现在就是天才了？对，没错。啊，可是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？测试，请说出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。100位？那我哪知道？我顶多知道个3.1415926535899。哎，这数字好像全都自动到我脑子里来了。恭喜你啊！你现在已经是天才了。我是天才了。对，天才可凡。奔天上去了！我是天才了。我是天才。太棒了！我是天才了！我是天才。姑姑，嘿，姑姑，嘿，我回来啦！可凡，你语文成绩出来了吧？哟，姑姑，你都知道了。本来我还想给你一个惊喜的。91分。哎，说，你这都抄谁的？姑姑，我没有抄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可凡，羊能上树吗？啊，不能啊。你要是能考91分，我都能上树了。姑姑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你说，你到底抄谁的？姑姑，我真的没有抄啊！姑姑，你仔细看呀，姑姑，这是语文考试，后面还有作文呢。如果我真的要抄了谁的话，那老师一眼不就看出来了，是吧，姑姑？真没作弊？真没有。大力，乐什么呢？嘘。哎呦，原来是漫画！我说你看自然书也乐得出来。小点声。大力，借我一本呗。你耳朵是不是有问题？让你小点声，我就一本。你给我这本不就得了？我故意的，我拉你。你张耀武找着你干什么呢？不好好听课。我听课呢。听课是吧？那好，那老师问问你，刚刚老师说鸟的骨头它为什么是空心的呀？因为可以减轻重量，便于飞行。那老师再问你，
世界上最大的鸟是什么？最小的又是什么？最大的是鸵鸟，最小的是蜂鸟。那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鸟是什么？飞得最快的是尖尾雨燕，平均每小时飞行170公里，最快的时候可以飞到350公里，比动车还快。天才！同学们，下课。可凡呀，一会儿到老师办公室来一趟，咱俩单独探讨一下问题。老师您客气了，客气了。不对劲儿，这门怎么有两个呀？从哪个？这样。你吃不了也不能这样给我呀！我把你倒下来。哥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我的手很好啊，没事。你的手抖得厉害？没有，我的手哪儿抖了？你看错了。不信我喝口汤啊。你看，不抖了吧？你干嘛用2只手？一只手也可以啊，你看。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这拿衣服，我给你找纸。哎呀，看来我真的该换个眼镜了。哥，你慢点。哎呀，哥，你没事儿吧？哎呀，没事，我呀回屋睡一觉就好了。哎，睡一觉啊。哥，你慢点。哎，知道。呼噜呼噜呼噜呼，呼噜呼噜呼。蛋糕。可乐呼唤小精灵有什么事情吗？精灵也敷面膜呀？呀呀，这个可以让哎呀呀越来越漂亮，这也是人类发明中最值得哎呀呀赞赏的。对了，小小，我发现我哥最近有点不正常。啊？可凡有什么不正常？他最近啊，眼睛和耳朵都不利落了，而且这手还总抖。后废掉的国王。可乐说的，这好像是人类变老之后应有的症状啊！难道可凡在逐渐变老？这怎么可能？可凡才17岁，怎么可能会老呢？哎呀呀，都6666岁了，还这么年轻，哎呀呀，真棒！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原因，才来问你们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？不知道。可乐，可凡。我回来了。妈妈回来了。可乐，你哥呢？他在房间里休息呢。去把他叫出来。哥，妈妈叫你，快点。来了。哎呀，可凡，快来看看姑姑给你带什么了。姑姑，这是什么呀？篮球鞋啊。篮球鞋。为什么要给我买篮球鞋呀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考到70分以上，姑姑就给你买篮球鞋。哥，我们一直惦记着买。我想起来了。拿着。谢谢姑姑。新球鞋。可凡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觉得你好像魂不守舍的？可能是学习太累了，休息就好。哎呀，学习再累你也得注意身体。这样，
晚上呢，姑姑给你做一顿好吃的，犒劳你啊。姑姑先去换个衣服。哎，新球鞋，新球鞋啊！哦，伟大的国王，看来可凡的确出现问题了，记忆力也不正常了。哥，再不起床，上学就迟到了。嘿，起来！好，哥啊！叫什么呀？哥，你怎么这样了？我怎么了？我的手，怎么哥，你照着镜子，看看你的脸。照镜子。哦。镜子。哎呀！这是我吗？我怎么变成这样？哥，你别急。呼噜呼噜呼噜呼，呼噜呼噜呼。伟大的国王，可凡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也不知道，笑一笑，帮帮我！对，快帮帮我哥！可凡，那最近有没有碰到什么奇怪的事儿？奇怪的事儿？哦，对，我哥突然变聪明了。我呀，按了一个软件，出现了一个黑衣人，签了个协议。我就什么软件？什么协议呀？这个协议是天才软件，协议放在哪儿了？想不起来了，放在这儿了。哎呀，没有。想起来了，可能是放在这儿了。在这儿呢。我字儿我已经更看不清了。哎呀，不知道什么都发现不了。快看这里。每提高一次智商，需要承受5年的衰老。哪？哎呀，发现可凡为什么会老成这样了？哎呀，真棒！这行字写的这么小，不注意根本看不到嘛。不知道都知道了，这明明就是欺骗。对。小精灵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对。葫芦国第3巡回法庭关于人类可凡起诉葫芦国黑衣人软件公司合同迫害一案，由本法官主持庭审，现在开庭。我的锤呢？谢谢啊！开庭。法官大人，请讲。黑衣人软件公司把重要条款隐藏在协议中，致使笑一笑的当事人可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此协议，所以此协议应视为无效。有道理。反对。原告律师并不能证明可凡当时不知情。也有道理，反对有效。法官大人，能不能有点立场？法官大人，在签协议之前，本公司已经明确告诉可凡要仔细看协议。签字之后，代表可凡已经完全同意本协议当中的所有条款。法官大人控方要求呈上一份人类法律条目作为证据。请呈上。法官大人，在人类合同法中明确规定，未成年人，也就是未满18周岁的青年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，必须有监护人的陪同。可凡目前未满18岁，所以此合同应视作无效。本庭现在宣判。根据适用原则，本庭
将采取人类的法律条款，因此本协议中所有的条款应予作废。闭庭。哎呀呀，可凡恢复了！耶，可凡恢复了！你之前那个样子真是太逗了！你个小屁孩，还得乐我！哎，可凡现在可不是天才了啊！对，反正我本来也不是天才嘛。那可凡还想当天才吗？想啊，不过那个是投机取巧，我可不敢。不过可凡确实是变聪明了。哎呀呀才聪明呢！哎呀呀帮助可凡解决了邪恶的协议，哎呀呀真棒！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觉得只想唱歌。心里觉得美梦好处多，甜甜的美丽不能说，闭起眼睛唱起歌，我心里真快乐。还是算了吧。哎，等等我，我也唱歌。